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二个，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 No.2 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海关已经通知了这个所有的进口商不准进来，就讲得很清楚。现在飞达钱赚不到，川普也有7.9亿美金赚不到啊，因为他有出口税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科技相关的议题啊。根据最新的报道，这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海关当局这个星期告知报关行，说 NVIDIA 的 H200人工智慧晶片呢不准进入到中国大陆。但是路透社无法确认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指示是不是适用于先前已经下定的 H200晶片，还是说从这个禁令之后只针对新的订单来下达禁令。美国科技新闻媒体的 Information 呢，昨天就引述了2名知情人士的话，他们报道说，中方政府在这个礼拜告知部分的科技公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批准他们所采购的辉达 H200。那比如说用在哪些地方呢？大学研究之用，那就可以放心。北京先前已经端出了一份这个 H200的用户名单呢，现在却又传出说要禁止 H200进到大陆的决定。大使，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这2天有一些分析也看到说，并不是全禁，那它的调控的一个思维是什么？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中国本土的这个 AI 晶片的发展啊。那因为你 AI 晶片你要能够发展的话，你要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投入啊。你研发出来了，结果大的用户都说对不起，我已经买了 H200了。你含5G 也好，你华为也好，你这芯片卖给谁？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是以保护本土的这个 AI 芯片来作为第一考量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进 H200 晶片，也就是大陆政府很明确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这个 NVIDIA， 你这个 No.2 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你这个 No.2 啊，我不需要。对，你不要这个时候来搅局，把我这个中国本土晶片发展的这个机会啊，你看我的东西快做出来了，你就把你东西大量放出来，让我的东西没有买家，后继无力。所以我讲最主要是2个讯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二个就是说，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No.2 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海关已经通知了这个所有的进口商不准进来。对。就讲得很清楚。你觉得跟先前这个辉达不是有提出说要全额先预付，就把之后不是分期的，而是你一次付的这个当做一个谈判手段？那就是说他自己掌握的情报不够精确吧？也大概也没有预计到中国大陆就告诉你就说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这个都是库存货啊。对你这些都是你库存，你销库存，你还跟我要求这个要求呢？你卖别人算了。后来有改口，到时候付定金也可以，付定金也可以，对不对？改了嘛。现在飞达钱赚不到，川普也有7.9亿美金赚不到啊，因为他有出口税啊。美国政府宪法明定不能估计出口税，你出口1块钱，你要拿2毛5分给我，这什么政府？不适用于川普。那川普就跟你要啊，对不对 ？AMD 的时候只收了 AMD， 因为它那个是所谓特用，不是通用的，那个也是 AI 晶片，所以他给他收了15%。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一个讯息，我想让美国的科技界、全世界科技界，大家会很震惊的，就是说，哇 ，H200你不需要，对，那你自己有是不是？那我也不要告诉我有没有，我反正不需要，就表示我不需要嘛。对，不需要就表示自己有能力，自己靠自己嘛。那钱不必要，你美国不必拿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科技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啦。因为美国这个对中国大陆科技在一个芯片上，它两个不可能。第一个让你买不到，先让你买了。过来还有一个让你做不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让你买得到，结果你不要，
意思说你做得出来吗？那你对中国大陆过去所有的晶片设备的这种打压，看起来没奏效啊。对，要不然中国是芯片制造设备自己做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用各种方式啊，用这个所谓算用不是用所谓的这个算力，而是用运算的方式来解决算力的不足了。反正大陆想出解方了，刚才提到就有解决办法了嘛，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就是说，当你依赖习惯之后呢，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可是其实坦白说，你就必须要先想想这个因应解决之道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媒体啊，新通社公众号，他们最近也发文，他们分析了说，这次美方松绑 H200到大陆，暗藏着3重算计哈。哪3重呢？第一重就是呢，基于大陆500亿美元规模的 AI 市场，这个饼很大。那透过25%的交易抽成呢，也能够对美国的财政啊，这个有很大的益助。那光是辉达单季度中国区的收入，就可能为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红利。第2重算计呢，是为辉达这些企业来纾困，因为先前的出口禁令让这些科技巨擘错失了关键市场。现在开放销售的话，可以挽回一些，至少这个营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可以补回来。第3呢，是试图用技术供应来麻痹中国大陆企业的自主研发意志，延续美国在晶片领域的话语权。陆老师怎么看新通社这个分析？只有一点他讲的不对，就是纾困替辉达来纾困这个用语比较不恰当了，因为辉达目前是全世界最会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你不能用纾困来形容它，只能说它减少它去年因为55亿美金的那个订单的损失，希望减少损失了，你不能用纾困辉达来作为理由，这个全世界人家没有人听得进去。但其他2个理由也讲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尤其是第3个理由。对，第3个理由最好，就是说辉达要用它整个技术供应链，来让大陆的企业的自主研发意识来降低，这一点很重要。刚刚介大使有讲，目前中国大陆在晶片研发，华为跟寒武纪是 Tier 1，就第一间。那么他们还有 GPU 4小龙还有什么木犀啊、穗源啊、天数智新啊、必任科技，尤其木星最近刚挂牌的时候，第一天就上涨700%，不得了。前2个礼拜又挂牌一个摩尔县城，也是一挂牌就上，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对 AI 的晶片这个非常的疯狂。那这一部分他们研发也加大力道。那如果辉达的这个 H200就是次高阶的这个晶片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它的确可以让中国大陆在 AI 的供应链方面，就是它整个的生态链上面有取得优势。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卖一个晶片，不是只有那个晶片。你要用CUDA那个系统软体才能够操作，你还有那个硬体设备也要配合。那软体、硬体要配合，还要有先进的封装，还有辉达的晶片，你还要跟超高频 HBM 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那如果辉达能够把这个生态系卖到中国大陆的话，那中国大陆有5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在 AI 市场里面，那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那当然辉达不会放弃这市场，他卖过去对他来讲，不只是他在企业营收上有他的获利，不止美国政府可以抽税，那他最主要，他抢占中国 AI 市场的生态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 H200如果因为禁令的关系，那不管是先前的，有没有包括先前的，或者现在之后的，问题就回到了黄仁勋的身上。好，你觉得他会想怎么样来因应呢？我觉得黄仁勋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以美国合规的方式把他的晶片卖到大陆去。做生意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 AI 市场的确是除了美国，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 AI 最大的市场，而且是2个这个最竞争的市场。那如果辉达的晶片如果能够卖到中国，我相信对辉达是有很注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的中国的科技业者是透过其他的私下管道去取得。NVIDIA 的，就说虽然没有直接，可是用间接的方式，都是，譬如说透过新加坡还是透过哪里去取得了 NVIDIA，因为 NVIDIA 的晶片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在 AI 里面，没有人无人可敌嘛。虽然 AMD 积极追赶，但是目前它还是最领先的，否则它怎么会有市值有4.5兆美金，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所以黄仁勋又要再发挥他这个长袖善舞的
能力要在来说服，唐装特别是要说服川普，要说服川普，而且不只是说服美方哈，还要说服中方这一边。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的这个 BIS 啊，就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也规定哈，说辉达这些晶片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前，必须要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审查晶片的 AI 技术能力。那销往中国大陆的晶片数量呢，也不能够超过辉达给美国客户总量的50%。另外呢，在去年12月啊，其实美国与8个盟友共同推动的这个系和平倡议啊，川普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建立国家层级的 AI 政策框架，而且表示呢，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大陆轻易的在 AI 竞赛中追上美国。半导体跟 AI 研究机构SemiAnalysis 他的分析师就指出呢 ，H200事件反映出了一种仍然在华府内部争论不休的校准式围堵策略。美国在历经了拜登政府那整个围堵之后呢，发现呢其实是无效的哈。但是要如何维持在科技上现在所剩不多的 AI 领先地位？那这次的 H200，大家也认为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姜老师。其实我觉得就 AI 的算力来讲，整体的算力来讲，美国目前还是领先中国颇多啦。因为现在有个统计，就是说以 H100等级的算力来讲，美国大概的算力大概是112万颗等效算力，那中国大陆大概23万颗，那欧盟是7.6万颗。所以美国其实在这种大型模型训练啊，或者是比如说更高端的军事上的 AI 等等，它其实还是比中国大陆拥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中国大陆掐住了一点，因为比如说你这些军用以后 AI 要军用，它不可能接个电线嘛，它要靠电池，高效的电池，那偏偏高效的电池现在美国被中国大陆掐住，因为美国军方自己都承认了，在目前美军的武器系统当中有6000种跟电池相关的零组件，蛮依赖中国大陆的。那特别是以后他们在发展的磷酸铁 LFP 这种电池，很不幸，中国大陆市占率99%，关键零组件的产能90%。换句话说，没有错，以后美军可能会有强大的算力，但是当我这些在前线的这些系统需要用电池来确保这个算力的时候，这个电池反而掐在中国大陆手上。那美国虽然是有这些原料，但是因为美国的法规，环保法规，让他没办法开采。然后就算是川普现在想要做，他们估计大概花5年可以建立产能，但是你要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产业链要出来，时间更久。所以是说，虽然算力部分美国有优势，但是在战场上运用的时候，中国大陆又掐住了它的关键节，而且掐住了正好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关键节。对，没有想到在这个大机器的当中，那个关键的小螺丝钉，却是能够左右这个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就是最近在科技业，尤其是产业之间呢，大家议论纷纷的是 H200要进大陆了吗？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抛出了这个震撼弹，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呢，他就发文宣布说，批准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高性能的 AI 晶片 H200，条件是呢，每一笔卖给中国大陆的 H200的交易啊，这美国政府要从中抽趴25%的利润。华尔街日报跟彭博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呢是川普在和他的顾问团队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而在辉达这边呢，官网上面就介绍说 ，H200跟 H100 GPU 啊两个相互比较的话，在处理这个 Llama 2 70B 这个等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时候呢，可以把推论效能大幅提升到最高2倍。可见得呢，毫无疑问，它是一款高阶晶片。好，那说到了这个 H200，先前我们讨论好久哈，说这个 H20啊不让进到大陆去，结果呢 H20不卖，而且还是降规的。先后呢听到了美方这边还讲说，我们就是不卖最好的，我们要卖次好的，还不是次好的，连第4等的，就中国大陆就不买了。现在直冲说要卖最高阶的 H200哈，但解禁的方面是美方，大家就觉得看得一头雾水哈。这个如果从决策思维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先请教安阳老师啊，怎么看美方在想什么？
我想几个部分哈。第一个 H20版是个阉割再阉割的版本哈，所以说基本上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它是不划算的一个产品。而 NVIDIA 现在的已经到 Blackwell， 明年还有这个 Rubin， 所以 H200基本上是过去的一个产品。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是可以开放的。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关键、很有趣的就是说 NVIDIA 因为它为了要跟它的竞争对手在做竞争，它现在未来芯片，因为摩尔定律已经改变。以前摩尔定律是说我在同等的一个成本概念，我每2年我可以把我的效率提升。可是现在因为大家不断在竞争的效果，最后变成新来的芯片，它的 power efficiency 它是更耗电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单位成本是更高的。对，那事实上它的 CP 值是更差的。而因为 power efficiency 更差，所以有一堆的 supply chain 反而因为这样有一个机会，那反而变成说中国买我旧版的产品，而中国的电力的储备是美国的2倍以上，所以美国的公司在不断的在买新的产品，效能更差，电力资源又更差，而中国倒过来，反正 CP 值是比较好的，而就是你挡它，中国有蚂蚁雄兵的方式可以带过去，美国自己的公司也在做转送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可以利用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算力，还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或者是中国公司自己更有 incentive 开发出自己相对克难版的版本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挡也挡不掉。对，我最近在听产业的分析有一场论坛上面也特别提到，对于美方从拜登到现在的川普一直采取这个围堵封锁，反而是适得其反，养出的这个包括华为啊、中兴啊，他们强大的研发能力这是被美方逼出来的那所以从市场跟研发这2个角度分别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因为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黄仁勋了。刚才王安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H200现在还算新，再过个1年不到，可能又被超越了所以黄仁勋现在想法是什么？赶快就卖吧，是这样。对，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是这样当年 GPU 打败 CPU 在 AI， 是因为 GPU 它专门在为 AI 在做事情。但是现在如 Google 来讲，它有 ASIC 比 GPU 更好，因为 Google 它有算力，它加上芯片更 powerful。我认为黄仁勋做一件事很不对的事情，就是他呢跑去找台积电，他要求效能的提升，可是造成 power 更差，也就是说，他会让全世界为了得到他的目的，我上次用了更多的电力，更对环保啊各方面更危害，好像没关系一样的。那这个基本上来说，我对商业道德的这我是有严重的一个问号。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至于他在中国他在乎什么事情，他事实上有一个台湾的机会，台湾自己把它放掉，就是说 NVIDIA 在中国有很多员工，台湾为什么不让这些员工研发的到台湾来？反正美国有长臂管辖权，然后在台湾我们可以有高阶的中国最优秀的这些员工在台湾做研发。在同样的事情，台积电走出去了，为什么台湾不能够把 NVIDIA 想做 AI Factory？ 因为 NVIDIA 想要竞争，将来的 CSP 都有自己的 ASIC，NVIDIA 客户是谁？那 NVIDIA 可以把 NVIDIA 到台湾来做 AI Factory，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积电走出去了，他们承受了关税，让他们可以做转型，他们 AI 化。然后进而把这个变成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全世界传统企业都需要靠这个 AI 的这次的 transformation， 用台湾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 AI 太用电了，所以呢就必须要跟美国买 SMR， 就让 nuclear 这个技术在台湾来，美国的 nuclear 进来，然后呢台湾的 NVIDIA 芯片是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生产的，也解决到美国所谓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整个半导体未来在突破上面呢，其实有2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能源，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阶的人才是研发的人才。好，那现在 H200说要让卖到中国大陆去了，路透社就报道说呢，目前包括了像谁呢？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都已经向辉达提出了采购的需求，而且采购的量还不少这2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都有意大量的下单。但是必须仍然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批准。好，另外呢，也看到了 DeepSeek在今年1月，我们就知道它就推出了成本非常低
但是却能够跟矽谷的主流模型竞争的 AI 系统，所以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而 DeepSeek 呢，是由中国大陆的量化基金，就是幻方量化投资的。那有报道指出呢，说幻方量化早在2021年就累积了大约有1万颗这个 NVIDIA 的 GPU， 所以避开了美国从2022之后才对高阶晶片，当时候才做了这个出口的禁令所以在被禁止之前，早就先买好了。那现在大家在看的是 H200，卖到中国大陆去。可是最近我看到这2天有一些分析是说，买的到底会是谁？有人说，哎呀，这个民企一定是像刚刚讲到的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但是国企恐怕不容易大使怎么看？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主管单位曾经已经禁掉 H20就是说，尤其是公部门不能买，而且对私部门提出警告，就是它可能有这个泄密的可能。所以这个 H200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现在很多国际媒体都质疑。像 Financial Times 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主管单位现在正在召集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来评估一下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所以呢，这个问题现在好像不是说你要卖，马上你这个市场大门就为你大开，我还不见得买呢。那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的这个环球报道的这个胡锡进他也说，这个美国卖 H200给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阳谋。他说为什么阳谋呢？他说目的是削弱中国本土晶片的发展空间。那当然就是说 H200它的能效，事实上有人说是 H20的6倍它虽然不是第一线的这个GPU， 可是它的能效是比较高的。所以当然市场上一定会有需求，也有很多讲法。有人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运算中心算力都已经放在邻近国家，譬如在这个马来西亚那事实上马来西亚它进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很多进到马来西亚晶片也可能将来会进到中国大陆，或者这个运算中心可能就放在境外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讲的话，公权力来讲，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那当然还是要扶持本土的这些这种就是说 AI 晶片的发展。过去1-2年，中国大陆在晶片的发展上已经有了很初步的成效。华为的升腾910C 910D 更高的都已经出来了。寒武纪今年的股价暴涨，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芯片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逐渐摆脱一个就是说AI 晶片必须要非进口晶片不可的一个局面。是，而且呢，本土的这个芯片正在快速的发展。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公部门来讲，它可能也会看一看这些业者的需求，可是呢，不会完全开放。那我认为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非有必要买的话，那你评估出来非有必要买的话，那它会有设一个前提，你不要对美国芯片在不会让你本身对美国的芯片产生长期依赖这个前提，而且呢会妨碍中国本土的这个相关芯片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适度购买有前提的，一定会有前提的。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很多这些国际媒体也有说，他说其实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开放，看起来好像川普赚了25%，这个出口税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黄仁勋在过去在 H20被美国政府也是川普禁的时候，他过去去说服他们，后来川普就放了 H20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黄仁勋讲了一句话，他说开放才是对中国经济最有效的中国晶片发展最有效的压制。你不开放的话，你就是鼓励中国本土芯片的发展。所以规则很清楚大使刚刚分析是未来
它买的原则就规则很清楚，你要符合原则，符合原则的呢，然后一定的量，我才让你申请购买。那当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晶片自主化推得如火如荼哈，所以呢，当然外来的晶片也有可能会压缩到本土晶片的成长，所以这中间怎么样调控？买家思维，刚才大使特别做了一个精辟的分析。好，那说到这个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位技术专家叫 McQuell， 那他就非常的担心，他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售大量的 H200晶片，等于帮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加上了火箭的燃料。因为华为之前就已经坦白说呢，至少2年内无法打造出超越 H200的晶片，所以呢，民主党有位参议员就要求黄仁勋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要到国会，针对这件事情出席听证会，不是说川普决定就算了。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Russ H200过得了众议院这一关吗？也不是少数党民主党参议员说的就算了，对不对？我觉得过的机会还是很大了。虽然最近有跨党国会议员有提出一个草案，还是要禁止 200出口到中国去，但是会不会通过，真的是要看多数党领袖跟白宫协调。这个不是民主党自己能通过的草案，而且说实在，很多共和党及国会议员，虽然他们对这件事情跟白宫意见不同，但是不想让白宫川普总统难看，所以如果川普不同意的话，他们就放弃了，不会把这个草案通过。但是有关作证这部分，按照黄仁勋的今年的动作，其实他常常接受媒体访问，也常常跟政治人物互动，尤其是川普总统本人。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招来他来国会作证，基本上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就像大使刚刚有说了，黄仁勋从来没有怕表达他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楚。他觉得最好是让中国依赖我们美国设计的晶片，这个他不是秘密啊，都愿意公开说，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尊重他，因为他有一个立场，他愿意表达。虽然有一些批评其实有很多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鹰派会批评，但是他还是愿意公开站在他的立场，所以基本上他去国会作证，我觉得他一点不怕。那 Lutnick 不会想去因为他怕被少数党攻击。可想而知的是，黄仁勋在这个听证会上面一定会强调是。辉达的晶片卖给中国大陆呢，绝对对美国来讲是有益而无害的，而且是不只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 Make America Rich Again。好，回来环宇全世界，我们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科技龙头，也就是华为最近接连向外界展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让业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那有哪些黑科技呢？像是最新的手机 Mate 80系列，他们采取的就是麒麟9030的处理器。另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呢，也传闻这个处理器就是它的制程等同于3奈米的制程，但是呢，考量目前大陆在光科技技术上受到了限制所以一般外界也推估说，大概可能是指向是中芯第2代用7奈米制程所做出来的最新晶片。而除了硬体之外呢，在软体方面呢，华为呢也在11月21号正式发表了 AI 容器软体，叫 Flex AI。AI 容器软体，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装着 AI 应用的智慧盒子可以方便快速部署这个 AI 的算力。而目前呢，业界在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大概只有30%到40%。Flex AI 呢，号称是可以透过算力切分的技术，把单张 GPU 算力卡精准切分，那么把这个呢实现单卡同时就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承载多个 AI 的工作。让算力的资源平均利用率再提升30%所以算是大幅的提升。那现在软硬体都有新的技术的展现跟突破，其实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之前就像大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呢，你是封不住的。好，那现在聂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麒麟9030的处理器真的。现在外界都觉得怎么做出来的因为号称是用3奈米的这个制程，但是到底突破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很多东西啊，中国所做的东西太神秘，你要我马上讲得很深，还真的非常难。即便我们被很多人认定我们在大陆的研究蛮多，不管从经济、从科技角度哈。我们先讲一下，中国为了要推它的这个晶片啊，用了多少心力？你想想看，2001年当时台湾人张如金有没有带走台湾的团队到了浦东去做了中芯半导体？对。也号称要打造国际晶片，打了20多年。请问这个2000到现在25年了，做了什么？还是不到成功。但是它有水位的提升。那中国它的整个变脸，是因为它这块赚足了全世界的外贸财嘛。外存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知道2006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有钱人使鬼推磨，它开始扎了所谓的2014开始，习近平上来的红色供应链2003到2014，中德供应4.0。最重要，他们已经把眼睛开始雪亮去做科技的基金的研发的技术，单晶一期计划2014年，单晶一期计划2期计划2019年，3期计划23、24年。各位去看一下，他们有些没达标，因为没达标，一些高层就被下马，因为贪污官吏还是在里面。可他们真正上层，真的亦步亦趋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神秘就很可怕。你要知道，美国在矽谷的科技，它已经很多创新事业已经到了一定水位，可它成长还是有比较慢。中国是突然在往上的，就跟它在2002年到2014年的经济成长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到所有的科技都突然出现。我先讲一下，他们的经济有所谓的5规划，大家都知道，以前叫5计划，从15到5规划，现在15规划。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科技，它更严峻的去规划未来。最重要一个文本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未来资讯科技 AI、5G， 它叫新一代讯息。我要讲的，它只讲2个话，叫做工业化、资讯化。那你讲说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它已经传出好多次要3奈米下，但是都太难做到，一次又一次。我就举例这个麒麟好了，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其实啊，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哦，带着这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他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它3年进程要快，很快了啦，就不断在突破，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但是这个奈米之争的确是太可怕，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台积电是在1987年啊，张忠谋来的时候1984、85，那时候是2年后才跟人家搞入台湾基础电路，但也好几10年才有今天。而且我们最主要台湾在扎半导体是在1980年代所种的重基，不是它在2014才开始。我们是有那么长的血缘历史，也有这么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整个园区的布局，多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那我们是那个年代读书，我同学学什么都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以前是工学院的啦，我是土木工的工院，我在热血搞 AI 是传统的 AI。我必须说明，中国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突破提升，让你吓到。还有我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供应链结合也会帮你吓到，比如它的软体结合，包括它那个鸿蒙的操作，它跟那个鸿蒙的星河互联，去把它的所谓的鸿蒙的应用智能会做到。非常，我们讲说未来的算力还要很厉害，要高效、高速嘛，对不对？它的高速会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功耗呢会越来越小。对，我觉得它的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光它在突破这个地方，还是它其他产业供应链以及在所有在用电啊、功耗的地方的所有地方的加持。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您提到软体哈，其实华为最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 AI 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啊，它能够。把算力的利用率再提升30%，等于是在提升算力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这个云端算力呢，现在是对标，就是辉达他们直接推出的是 Run AI， 现在呢，华为有 Flex AI 哈，那就是相互来 PK 一下。当然，这个 Flex AI 呢，希望能够努力的去追赶，甚至超越辉达。所以讲到了这个美中在云端算力的竞争上面，看起来其实不只是企业自己在不断努力去突破，不断努力去提升。还有整体国家的力量在支撑啊，中美都是如此嘛？对，因为事实上这个现在在 AI 上面有2块，一个是硬体这一块啊，对，就是所谓的晶片，AI 晶片，那这个是算力啊，代表的算力。那当然，现在麒麟这个升腾9030，它的算力不断在提升，可是跟美国的这个 NVIDIA 的算力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双方差距的就是算法的问题，
也就是这些不管是这种所谓的计算训练或者是推理的软体，像 DeepSeek， 它当时一推出来以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NVIDIA 的股价跌掉了3000万以上3000亿以上，多当场市值。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用它的算法，它不需要极大的算力，那成本就低了很多。就是算力它另辟蹊径。对，那现在这个 AI 容替软体也是跟那个 DeepSeek 一样，它是算法上做了改变，而且呢，它的包容力比较强，它等于说你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说你有算力，可是你在算法释出的时候，你就需要像这个 Flex AI 这样子的晶片这样子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现在就是说。NVIDIA 它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容器软体AI 容器软体，它只能跟这个 NVIDIA 自己的晶片相容。可是呢，华为推出来这个新的 AI 容器软体它可以把辉达、升腾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软体把它做一个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高效利用，也就是3种不同厂牌的软体，它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可以把有效屏蔽各种不同算力这个晶片算力之间的差距。那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运用屏蔽的能力会使目前的各厂牌的这个所谓的晶片AI 晶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30%，也就是目前的来讲的话，你今天你的 AI 晶片大概透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容器软体也这个差不多发挥它的整体的算力的30%。对，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 AI 软体容器软体Flex AI， 它可以再把过去的利用率再提升1倍，就可以达到60%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只是升腾软体的话，它跟这个NVIDIA 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软体之间有50%中间的算力的差距。对。可是今天如果说升腾软体再加其他第三方软体加起来以后，运用这个 AI 容器软体这个华为软体它的算力就提升了。水平就是追上来了，所以本来差50%，它提升30%，再提上来就追上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另辟蹊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不管这个华为这些大厂，它不但在晶片的算力上在下功夫，在相关的软体上它的算法上也在下功夫。对，就是把软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跟美方这边呢。拉到最近，就是刚刚讲说，透过软体的这个设计呢，让统筹跟分配算力，让它变成是算力极大化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美方当然很担心的是科技力呢被中国大陆追上所以呢，现在在美方这边呢，看到彭博11月22号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针对是否允许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 AI 晶片展开这个初步的讨论。美国商务部也正在审查要不要变更禁止政策，但是强调说这个计划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来变去还是有一些调整。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就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暂时暂缓这个限制措施。辉达也表示呢，现在的措施让公司被迫退出全球的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如果 H200 能够获准出口，就会是向大幅松绑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所设下的贸易限制。好，简单来讲，我要问的是 H200 有可能解禁吗？它要考虑解禁的考量会有哪些？其实H200就像刚刚这个介老师所讲的其实是高阶算力算力的高阶，然后呢也是最新最强的一代然后它是这个全球呢这个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呢所必须要的。是。那现在中国因为被管制是没有嘛所以呢，我想 H200呢是美国掌握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业界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AI 呢是这个H200呢是 AI 时代的一个基础这个建设的一个晶片我们知道基础建设最重要，没有这个晶片，那就谈不上什么基础建设，就谈不到以后的
的工程跟建设哈。所以人家说谁掌握了 H200呢，谁就掌握了 AI 能力哦。那刚刚这个何龙你所提到的，刚好是就美国有意要去解禁这个 H200哦。那我倒觉得他现在要解禁，那可能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哦，就是说最后的决策的细节，不是川普或是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他有一个，既然 AI 或是科技是现在美国的要去遏制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细节，还有附带的条件，还有国会的回应哦。别忘记了国会其实有时候会撤走这一段，是因为既然是谁掌握了这个 H200，谁掌握了 AI 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是在国会是非常一个会交战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此外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的产品呢。会一个解禁的行动，如果光只有 H200，那这样可能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以后就是一个解禁的一个一连串不尽然哦。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否能够代表它的要不要大幅解禁呢？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可能还去观察的哈。那第一个这个只是讲，但是官方呢还没有要承诺解禁哦。那他只是说所有方面有可能都会变动，还会变动。对啊，有可能变动。变动就是代表变数，所以我想说，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一定判定会不会哈，而且呢，再加上它是不是针对性的解禁呢，而不是全面性的解除管制。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它要考虑的一个，尤其在 AI 它关键所在是国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领先跟供应链控制这3件事情如果一起考虑的话，我觉得 H200其实是很大的变数，因为要考虑国家安全啊，要考虑技术领先啊，考虑供应链的控制，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去看的话，恐怕这一条解禁之路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不定数性很高的。而且说这个美国想卖中国大陆，就算最后达成协议要卖 H200，绝对不可能是卖最新的，就是比照美规的这个最新的，一定是降规版的哈。可是就算要卖，那也得看中国大陆到时候让不让进。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好，我们说中美两强的竞争，未来 AI 尤其是科技方面绝对是重中之重。所以全球都在疯 AI， 但是会不会疯过头了？因为这个 AI 是不是有泡沫化的危机？这几天的全球股市上演了一场像 AI 的大逃杀。辉达市值半个月蒸发了1兆美元，另外像帕兰泰尔还有超微、美超微是全线崩跌。最致命的是45家云端 AI 半导体大厂平均本益比飙到23倍，但是他们的获利只成长了13%，显示股价的上升跟基本面呈现严重脱节的情况。警讯还不止如此。韩国交易所罕见的对 SK 海力士发布了投资谨慎的提示。另外，新加坡金管局也警告 ，AI 的估值偏高，恐怕会引爆信贷危机。而这个大卖空主角叫 Michael Berry 呢，他居然是放空辉达，那放空刚才说的那个帕兰泰尔。那帕兰泰尔其实它是一家软体跟技术的服务商整个市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很不一样大家都在想说是到底是会获利还是陷到了一个瓶颈，是不是 AI 开始有泡沫化的危险？好，那么这个讲到了 AI 泡沫化。大使，因为我们曾经在2008年就08年那时候 .com 这个网络泡沫化的危机大家感觉好像会不会是又来一次这样的一个泡沫化？您觉得怎么看？这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一般的认为就变成就是说，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大的 AI 公司之间彼此互相投资的例子很大，而且金额也很大。比如说像这个 NVIDIA。跟这个 Mega， 然后最大还有这个 OpenAI， 对，还有这个这几个大的厂里面，甲骨文也是，甲骨文 Oracle 他们彼此互相投资有时候都是3000亿、4000亿美金的这种大的投资，那所以就变成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市场这个有新的资本进来，而是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怎么样，互相的投资，那好像有这种制造这一种形象，好像这个这些公司都受到大额的投资，那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进行这个股票的这种股价的操纵，那就变成就是说有一点点信心动摇。所以像 Oracle 本来它就是说它的股价在它宣布应该是 NVIDIA 对它投资了3000亿美金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当天的股价就涨了30%。
可是问题后来的几天就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虽然它有拉起来，可是现在跌回到它在涨价的那个30%，它到回那个水准。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大家要怎么讲？大家要怀疑的就变成说，其实 AI 这个产业是不是这么好？就跟 .com 的产业一样哈，是不是跟它当时这个.com 这个整个 bubble 破的之前？大家认为就是 .com business 好像这个市场远景好得不得了。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啦，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是。那你可以看到像黄仁勋这些产业的领军者，他们做出来的预测当然是很这个远景非常好啊。那未来可以创造多少利润？市场有多大哈？然后他们要多少投资？画一个饼嘛。画一个饼，因为它是高科技的。那也有不同的科学家在场，有不同的意见啦。他说是好，可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它的应用范围可能也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它可以创出这么大的获利，或者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那这个就是说也有这个说法。不过我看最近有一个就是 Goldman Sachs 的一个报告他们认为这个现在的 AI 产业并没有 bubble。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去研究了，他认为就是说由这个 Magnificent Seven，也就是 AI 产业里面领军的7个美国的公司，他去调查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 cash flow 就是说它现金的周转，他发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然后呢，这些公司因为它有很大的现金流。所以他们在进行所谓的自己股票的回购，还有自己股票的这个股利的发送的时候，他说都非常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有这个有 bubble 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泡沫的迹象。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产业还是充满了活力。那当然就外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这几个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投资，相互的投资，而且金额非常的大。那对这一点有产生怀疑。那至于 AI 产业是不是如他们这些主要的这些黄仁勋或者几个这些领军人物，他们所描绘出来这么大的愿景可能要打个问号。有人在怀疑。可是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家，还有中国大陆几乎都是全力在投入这个 AI 产业，没错，认为是一个下一阶段这个人类的产业的最主要的领军产业的。而且就这个中美两强来讲的话，也是未来在竞争国力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关键，这是一个关键产业。那中国大陆也是大量的资本投进去，所以你要光说美国人说这个产业。说那么好，你会怀疑的话，可你看中国大陆好像在作为上跟美国也是一样，全力投入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说，AI 如果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当然现在大家一窝蜂的投资，还是必须要注意到风险特别是债市最近有一些端倪美国银行这个首席策略师他就指出，他说 AI 巨头呢，在这一年拼命的发债包括刚刚我们点到的几个像 Meta 啦、甲骨文啦，甚至是云端巨头等等都在借钱。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呢，如果说 AI 这么赚钱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疯狂的来借贷尤其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数据甲骨文的债务股本比居然是高达500%。那市场也惊爆出呢，像是 Meta、Google 跟微软呢，都在延长设备折旧的年限。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达到美化财报跟获利数字的目标。所以股价高。获利又被垫高，那刚刚提到说，虽然有现金流，可是现金流到底真实的数字、真实的状况是如何大家才会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去考量到说，会不会有可能泡沫化呢？现在这还是一个问号，就是既然它是一个趋势，既然大家都要投资，可是为什么 AI 的泡沫现在大家讨论就是从债市端来看，有没有可能会引爆的危机？这部分庄老师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 Oracle 的债务股本高达500%，就相当于这个营运的债务是股东权益的整整5倍，听起来吓死人一般企业应该早就垮了那 AI 很花钱，我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在一个
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里面上演音乐剧，那观众满坑满谷拍手叫好，就歌剧院老板抱怨说会赔钱，会倒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 AI 啊很花钱，第一个花在硬体设备方面。NVIDIA 的这个晶片啊，单体啊，我们讲到那个 H100，我刚一查，报价就3万美金起跳。新一代的这个 V200是5万美金起跳，而且单片晶片无法运作，你买一个最简单的 server 要8片，好，8片乘一个 server 要50万美金啊。那你买这些晶片硬体之后还不够，还有一个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好，给它储放，包含电力，还有巨量的一个冷却系统啊，像那个中国贵州那边就有3栋来当 data center， 主要是省电哈。那具有了一个冷却系统，还有网络流量，还有这个新建设施，所以这个东西很花钱。第三个呢，人才的研发、培育、挖角又要花钱。那这钱花下去之后呢，现在的 ChatGPT 一个月才给你收20美金嘛，然后 Pro 的 Professional 才收200美金。那纵使有钱赚，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还有个时间差，你可能1年后、2年后、3年后才入账。所以第一点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债券到期，因为长久以来资讯科技产业习惯去借钱，因为属于低利时代。那你低利借贷，这个债券到期之后，就只好再借更高利息的高额债券回来抵，又花一笔钱。对，再来就是你有可能要发股利啦，或是要 buy back， 要买回库藏股等等，又要花钱。所以为什么财务报表不好看？就是这样。当然，主任刚刚问到了，这种搞法是不是压住成本，还是掩盖亏损？坦白讲，2个都有。我举例哈，一个 server 就是 GPU server， 它可能15万美金，折旧是3年，每年摊列成本是5万美元。你把它改成5年，每年摊列3万美元，1年就省了2万美元。财报就好看。对，就好看了。事实上呢，这个都无助于掩盖了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研破状况。那刚刚大使也提到嘛，有没有可能 AI 走在人类需求之前？有可能，因为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在人类需求之前。那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的这个需求达成，投资下去那些就血本无归。对，更可怕的是呢，这个美国方面也有学者呼吁啊，要暂停开发 Super AI， 因为它已经超越人类可以驾驭的范围。如果在缺乏全民共识跟足够伦理规范，可以安心使用之前，还要暂停研发，我想这都是对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严格考验。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供需的问题啊？是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个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但是未来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哈，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制造的人，他当然希望他要去创造那个需求量出来。那当然，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最近在市场上面，大家也说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就是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他就直接警告，他说 AI 革命需要政府补贴，否则是撑不下去的。这番话让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说这是不是代表着 AI 商业模式还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啊？MIT 这个最新研究更指出，95%的这个全球 AI 企业的投资现在是零回报，哇，95%是非常高的。好，更可怕的一种叫做衔尾蛇资本模式啊，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晶片大厂投资云端公司，云端公司在保证采购晶片 ，AI 公司再回头买云端服务。啊，这个衔尾蛇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找这个图，就是呢。它会自己吞噬它自己的尾巴，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循环了。这也是大家最近常常听到一个，就是永生啊，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循环。但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会不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Russ 你怎么看呢？因为95%的 AI 专案现在根据目前的数据是都没有赚钱，然后 OpenAI 今年亏损高达70%的营收哈，所以泡沫化的问题，因为大家就会联想到刚刚讲08年的 .com 的那时候的泡沫。最后生存下来的当然有，可是你怎么看？泡沫化不能排除，因为我们过去有经验啊。目前我们不知道以后AI 的功能对不管是对企业界、政府部门或我们个人的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影响，或者我们需要买多少的服务。那尤其是我们个人的 individual 的个人消费者，当然有很多 individuals 已经开始使用 AI， 尤其是如果像在社交媒体做影片啦，那很多人已经买 AI 的package 来做影片了。企业界也开始使用，不管是在客户方面或做什么。市场预测等等，那很多大企业已经开始买 AI 的服务。
但是真正的用途就跟25年前那个时候网络一样，我们不知道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用途。这个目前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说它未来的应用，对不对？对，应用的范围跟领域。对，但是相关企业还是会继续投资了，即使有泡沫化，部分 AI 公司退场，未来还是继续会存在，而且会有它的成长，跟网络一模一样。网络泡沫化的时候，那过几年就有 Facebook、Amazon、Google、YouTube 等等一些很成功的网络企业出来。对，那 AI 也会一样，就是很难预测，但是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目前知道一件事情，川普总统不希望在他执政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泡沫化的情况，所以 Sam Altman、OpenAI 执行长这样公开说，我们需要补贴，我相信川普也有听到。他是讲给川普听的。是的，所以将来几年不排除美国国会，尤其是如果是在共和党的两院在共和党的手上，那补贴可能会到位了。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习近平等等。也不希望在中国境内 AI 会泡沫化，所以他们也会提供补贴。我刚刚特别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个衔尾蛇那样的一个那个循环哈，就是最担心的就是资金断裂的问题。那你刚刚提到了，解方就是政府补贴，是这样吗？是，其他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们已经看，不管是美国或者中国、欧洲、日本等等，他们对科技业做政府的补贴投资，对，已经是普遍化了。所以回到那个资金断裂的，就是要不发生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那只能够政府出手了。